什么味道？哎，啊！大家快停下！快停下！统统停下！果然，这胶怎么全坏了？亲娘，我看了，牛皮胶还好，就这鱼鳔胶，这玩意儿最怕受潮，是不是下雨弄的呀？这阵雨不碍事的，况且这些墙壁都混了防潮的花胶，纵使是地面反潮，一夜之间也不至于此。这些胶在进库前都是我跟邵管事一一查过的，怎么会突然变质了？这门锁也没有问题，我检查过了，没有被人破坏，而且上一次是我跟邵管事一起锁的。车神哥，启动架。今晚所有合的墨、熬的胶，通通不能倒。还有，今晚合墨的工人们，让他们暂且在这里先住一晚上。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，务必要保密。放心吧，钥匙给你。这可了不得了呀！世泽墨那边还等着咱们交货呢。甄长士，咱们可得赶紧想个办法，及时补救啊！如何补救，就不劳辜负您费心了。我自会想办法查清的。胶是你验的，单子是你签的，还要怎么查？难道查是谁伪造了你的字迹，还是谁给你下了蛊？胶是我验的，在入库之前没有任何问题。对，是我与甄长士一起验的，胶送来时质量过关，只能是入库后有人做了手脚，这事情得好好查清楚才行。没错，我也看见了。那就查一查，都谁有库房的钥匙，岂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库房的钥匙，我与邵管事还有景东说，各自有一把，那不就得了？大嫂啊，咱们家行事历来公正，如今三哥不在，这里只有您能做主。甄丫头掌事啊，明显能力不足，依我看，就应该先撤了她的掌事权。蒋月，再来看看这窟窿捅得有多大，该怎么补。四叔母，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掌事权我是不会交出来的。甄娘，大伯娘，眼下首要之事是理清真相，把原材料补齐，将这批世泽墨赶出来。为了这批墨，我也不能往后撤。待交了墨，若真的查出是我的疏忽，不用大家说，我自己回到七祖母面前请罪。甄娘，如果重新做墨的话，还来得及吗？立刻补救总是能赶的。好，我平日在这个家里说话一直也是没什么分量，可今日三哥也不在，这个家里好歹总得有个男人出来撑撑腰，这事情才好商量不是？你不要说这些旁的，你有话直说。德才，有什么话想说，单说无妨。这几日我是听说，自打咱们家用了挖掘出来的松脂油做墨这件事情传开了之后，各地都有效仿，做得好的呢也有那么几家。恰巧我与这几家的掌事都还算是相识，眼下时间紧迫呀，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，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，以解燃眉之急呀。这好像也是个法子。姑父已经卸了跑商的差事，没有想到如今对外头的消息还依旧是灵通的很呢。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。
大嫂，若是您觉着这个法子可行的话，那您就支我一些银两。哦，对了，以我现在这个身份去跟人家谈，怕是有不妥。这事若是要谈成，还请甄长士暂借我名印用上几日。姑父进磨坊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这灯草没有搓出几根，原来心思都放在这方面了。我今儿就把话撂在这儿了。如今李家掌事的人是我李真，你想要的钱一分没有，掌家名印更是想都别想。世泽墨就是世泽墨，拿别的墨来交付那就是欺诈。交不了墨，我宁可赔钱，也不会做这自欺欺人的生意。甄长士，甄长士，张术士带着学政来磨坊了。学政，他们去磨坊做什么？说是听说世泽墨出了问题，前来讨个说法。听说，又是听说。甄长士，您来了。学政大人一早来访，李墨长士李真有事远迎，还请见谅。李长师，李墨研制的世泽墨，造福徽州寒门学子。世泽墨已经成为徽州学子参加秋闱的首选，这本是一桩美谈。不过，本官听张术士他们说，你们正在做的世泽墨出了问题。此墨可是本官亲自赐名推荐的。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差池，我怎么向学子们交代啊？少管事，我们的墨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没有呀。狗儿，你有听到什么吗？这我们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这谣言您是从何得知的呀？李真，就是从你们磨坊听来的消息。我们磨坊，张塾师还认识我们磨坊中人呢，不知道是哪一位。你管我听谁说的，你就说你们制墨的胶是不是出了问题？所有做出来的世泽墨是不是都成了废墨？若因此坏了学政大人的官声，学子们再闹僵起来，你们承担得了后果吗？绝无此事。学政大人，我们李墨在徽州已有100余年的声誉，从来没有做过失信的生意。李真向您保证，交付日期一到，李墨必如数交付。既然你说墨能如实交付，那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订的墨是不是真的没什么大碍。请。哎，大人有所不知，我们制墨有一规矩，制墨重地，闲人不可亲近。什么破规矩啊！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。我们甄长士还没让您进呢。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制墨程序复杂，稍有不慎就有变质的风险。况且这交付日期尚未到，本就没有上门为难我们的道理。若是强行进入了，这墨真坏了，那到时候我如何向学政大人您交代呀？这若是学子们都闹起来，到时候是去找学政大人闹，还是去找张塾师您闹呢？张术士，磨坊有磨坊的规矩，咱们就不要去破坏这种规矩。多谢大人。秋闱大事，不得儿戏，还请尔等好自为之，别让我为难。李真明白，恭送大人。恭送大人。这个是大事啊！在学堂上都听得懂吗？大嫂，我有话想跟您说。什么事儿啊？
您到底什么打算呀？我听说那丫头连学政都敢骗，今日是唬过去了，可是将来万一交不上货呢？您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李家受她牵连不成？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真娘，相信她这个家就要完了。大嫂，我是犯过错，可是我是李家的媳妇儿，我的心是向着李家的。李真不是，他一个被我们赶出家族的人，纵有千好万好，他心里能不记恨吗？说到底，终究不是一家人。你面上宽容，心里头不得不防啊。那依你的意思，应该怎么做呢？请族老出面，逼李真让权。眼下时间紧迫呀，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，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，以解燃眉之急呀。世泽墨就是世泽墨，交不了墨，我宁可赔钱，也不会做这自欺欺人的生意。世泽墨已经成为徽州学子参加秋闱的首选。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差池，我怎么向学子们交代啊？娘，你别担心，哪怕这笔订单真的要赔钱，只要我有手有脚，就能像甄姐姐那样，从给别的磨坊烧烟开始，一点一点把李家再挣回来。好孩子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念书，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管，啊。世泽墨不同于其他的订单，我倒是觉得德才说的也是一个方法，哪怕交出的不是我们李家的墨，也好过交不出墨来。学政大人的话你也听到了，如果真的交不出墨，影响了秋闱，那是要坐牢的。大伯娘，您想想，我们磨坊刚出事儿，这李德才就有了全套的对策，先说要收墨，之后又说要交银子，甚至还要我们掌家明印。这磨坊祁东家看得牢牢的，绝不会走漏任何的消息。可是这转眼学政就来了，您仔细想一想，这一切绝对跟李德才有关。你的意思，这些都是德才搞的鬼？没错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哪有那个胆子？就算他一个人不行，这背后肯定还有其他的人。你说的对，该查的我们一定要查。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交墨，交墨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德才出的这个主意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试试呢？大伯娘，我跟您说了这么多，您怎么还听不明白啊？我若是真的听了李德才的，那咱们李家就真的完了。真娘啊，你是不相信他，还是怕别人动了你掌事的位置？这掌事权是戚祖母亲手托付给我的，若是收，也得是他老人家亲自收回去。李墨，我不会交给别人的。大伯娘，这磨坊还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先去忙了。您也好好想想吧。
回事了？不好了，大伯娘把李氏族老都请过来了，现在让你回主家去回话。族老请。真娘见过诸位族老。齐老夫人病重，家中无长辈坐镇，你竟捅出这么大的篓子来。要不是孙氏告知我，恐怕李默毁在你的手上，也未可知。为李默长远计，你把长家名印交出来吧。真娘刚刚来此，就受到族老们一顿数落，也容真娘为自己分辨几句。如今余交一事，我已查明，还请各位族老明断。狗儿，有劳四叔母。这，多谢四叔母。诸位族老，请看，这鱼胶一事，是有人对着胶桶动了手脚，换了桶底，却没有做防水。这几日接连下雨，桶底受潮，这才导致鱼胶腐坏。真娘，看来真是教商搞的鬼。这人是谁？抓住了吗？我去抓的时候，此人已经逃跑了。如今事情仅明了，鱼胶一事是有人蓄意暗害李家，保不齐还有人里应外合。磨坊那边，真娘已经着人紧急买了鱼胶，全力赶至世泽磨，还请各位族老放心。这暗害之人是要抓，可当务之急是得交墨呀。我看得让德才尽快的去收购成木，确保如期交货，才是最要紧的。是，金元媳妇儿，还是按照我们商定的法子来吧。大伯娘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交墨。真娘，不如你就先交出来。大伯娘，收墨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后患无穷。这长家名印，我是断不会交的。果不其然，这个李真真是有眼不进，冥顽不灵。苏老莫生气，李真年轻，他不知道事情轻重。我想他不愿意交出名印，是因为他信不过李德才。媳妇儿倒是有一个法子，不如让李真将名印交给大嫂，由大嫂和德才一同去收墨。既可以服众，也可以解了眼前的燃眉之急。正是啊，德才学墨也不过几日，况且又是入赘进了李家，真娘不信我，也是正常。但是，若大嫂能一同前去，此事定当更加稳妥呀。我觉得这法子可行。景元媳妇宅心仁厚，在戚老夫人身边最久。正事你来办，德才，哎，你辅佐一下。是。李德才，我真是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我不信你，难道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你饲养外室在先，又瞒着春花姑姑倒卖生妻敛财。若不是春花姑姑一再苦苦相求，我又怎会放你来磨坊上工？刚来磨坊没有几日，便出了这鱼胶之事。你此等吃里扒外之人，又怎会如此好心对李家？我问你，你跟那些墨商们是不是早就勾结好了，就等着赚李家的银子呢？还是说，这鱼胶一事，
里应外合之人就是你。啊！李真，你不想交出掌家名印，就往我头上扣屎盆子。我虽是一个赘婿，人微言轻，那也不能允许你平白无故的这么冤枉我呀！李大才，我为了李家，那是鞠躬尽瘁，一片丹心呐！哎呀！放肆李真，在族老面前竟敢对长辈动粗！真娘，田江月，你这上蹿下跳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你今日不就想借族老和大伯娘之手，逼我交出掌家名义，逼我离开李家吗？我告诉你，今时不同往日了，我不会随了你的愿。若是被我查出这幕后之人有你一份儿，我定不会轻饶。真是狂妄之极！今日我们将根据祖宗的规矩，拟一份公议，即刻罢黜你的掌家之位。祖宗规矩？什么祖宗规矩啊？各位族老怕不是忘了，我们八房早已被除族。若是真计较起来，我李真压根就不是什么李家人，而你们也根本管不了我。岂有此理！这不是找回一个白脸狼吗？我若是白眼狼，那你们这些族老便是被猪油蒙了心。敢问各位族老，我帮李家复原出七烟古墨之时，被他们诬陷偷磨坊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啊？这磨坊被毁，我挽回墨商，重建磨坊之时，你们又在哪儿？宋温肆虐，他田家强征松采时，我李真想出了松之油，帮助李家度过了一次次难关。这桩桩件件，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出事之时，未曾见你们帮过李家一次，可如今不分青红，却偏袒这些小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李家是七祖母亲手交给我的，除非七祖母她老人家醒了，亲自来拿，否则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印。真是反了天了！来人，将这忤逆女拿下，将掌家的名印给我搜出来！我看谁敢！李氏全族已不再认这个掌家人了，你们怕什么？给我上！谁说无人认他？锦东叔，你回来了。晚辈李景东有礼了。各位长辈，请安坐。我李家六房长子李景东，在这儿和诸位长辈表个态。我侄女李珍，就是李家的掌家人。谁有不服，尽管来找我。三哥，你忘了你的腿了吗？李真一个被除族的人，你怎么能为他撑腰呢？是啊，他一个除了族的人，每天为李家殚精竭虑，几次挽救李家于水火。可你们呢？几次三番，使绊子，泼脏水。各位长辈，我侄女李珍，我可以一力担保，请给她5日的时间，届时一定给大家一个真相，并且给出
按时交付订单的法子。诸位长辈，你们觉得可好啊？要是5日之后还没有说法呢？那我便自行退权，绝不会让各位族老为难。那好吧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5日之后再见分晓。各位长辈，慢走。景通叔，您今日在族老面前帮我说话，朕娘谢谢您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回来晚了，白白让你受了一顿委屈，快坐坐啊。哎呀，咱们李墨这些族老啊，平日受李家供养，关键的时候帮不上忙，竟能添乱。不瞒你说，我年轻的时候没少顶撞他们。今天我要是在，他们这个门都进不来。景东叔，这是这些年来您第一次在旁人面前跟我叔侄相称。早该了，早该这样了。你莫怨你大伯娘，她一向是明事理的，而且总是站在你这一边。今日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。还不是因为李德才跟田家院的撺掇。我今日都看到了，这煽风点火之人，8成就是田江月。又是这个田江月，又是这个田江月。景都说，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抓到胶商，拿到证词才行。另外，要买原材料，将受损的墨及时给补上。你说的对，我好好琢磨琢磨啊。哥，田江月悄悄派人传来了口信，让咱们一定看好那个胶商，他怕被李真抓住了把柄。咱们这个三表姑，胃口倒是大得很。那胶商现在怎么样了？咱们的人一直看着呢。本人给我撤了。这是为何？万一那个胶商被人找到了，咱们岂非前功尽弃了？这件事牵扯到了徽州学子，秋闱在即，只怕会越闹越大。咱不能再沾手了。但现在当务之急，咱们是要…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这棋得慢慢下。这一步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了。这怎么一下多了这么多苏和油墨的订单啊？这才是刚开始。李墨出事的消息一传出来，就已经有几个术士转向我下了单子。我早已让人买断了市面上现成的玉胶，李墨到了交付之期，必定无墨可交。到了那时，咱们的苏和油墨可就不是现在这个价格。好筹谋啊，哥，好筹谋！如君，你该醒醒了。家里闹起来了，你家真娘身上的担子太重，怕是要顶不住了。
如君，如君，如君，你可醒了？如君，哎呀，你可醒了？花儿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大娘，你别问了，你就快点跟我走啊！走，哎。季祖母，你醒了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醒不来了呢。你别哭啊，这祖母还没看到你新做的墨呢，怎么舍得离开你呀？不哭，不哭。七祖母不是醒来了吗？不哭啊！七祖母，是我不好，真娘没能把这个家管好，有愧于七祖母。真娘，是七祖母有愧于你呀。花儿啊，把家里的事都跟我说了，怪我这身体不争气，没撑住。完了，跟你大伯娘那边也没交代清楚。七祖母，虽然我没有证据，但我知道这件事情跟田将军还有李德才脱不了干系。我知道，他们就是想方设法的想赶我走。上一次墨风泄露，孙女虽说是负气离开，但说到底，人还是在逃避。可这一次，我既是替七祖母您接下了掌家的责任，我便不会再后退一步。真娘，你放心，七祖母醒了，没有人再敢欺负你。七祖母，您放心吧。如今，孙女不再是一个人了。如今有景东叔跟我一起想法子赶工制墨，七东家帮我追查交商，七祖母醒了，孙女浑身顿时充满了力气呢。哎呦，我的真丫头，真的长大了，好，你们都听好了啊！我醒来的事，切记不可让旁人知道。只有这样，我的真娘料理起来会更坚决，更容易一些。李德才，我不是说这几天别见面了吗？四嫂啊，那田家大少爷一大早可就收到信了，可是到现在都还是音信全无啊！我今天守在田家大门口守了整整1天，好不容易才守到田家二少爷田本胜。我问他那交生现下如何，他跟我装傻充愣。哎呀，这事要是田家不管，那七九迟早是要把那交生给抓回来的呀。到时候我们可如何是好啊？四嫂，哎呀，
四嫂啊！这可是你指使的我，让我去找焦商，在那桶上做了手脚，也是你让我把消息透露给田家的呀！你可不能不管呐，四嫂啊！李德才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别逼我去三哥那里告你私藏外事的状。七东家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来尝尝你们家的鱼。哦，这鱼现在正是肥美的时候，你们慢慢吃啊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，告辞。让你走了吗？我鱼是不错，但是你们家的鱼胶有猫腻。哎呦！七东家，这鱼胶交货的时候，你们可都是验过货的呀，这买定离手。这之后的是好是坏，那就与我无关了呀。我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商人。我这点不承认是吧？我没什么好承认的。拿着。尝尝我烤的火候怎么样？吃完就可以走了。吃完就能走了？好，我吃。我走了。轻点，大哥呀！接一声。饶命啊！这把刀前些年送走过很多人，这2年好久没开荤了。你再吃最后3口，吃完我亲自送你。不要饶命啊！吃。不是。3口。2口。不要啊！我说了，我全都说，你东家，我全都说，你就饶了我。这就对了。谢谢，还真给猜着了。这个焦商呢，为了看自己的鱼，偷偷的跑回来，让我们抓了个正着，已经给了狗儿，让他关起来。可问到了什么？他说这李德才早在1个多月之前就给他许下了好多银子，而且还有李家磨坊鱼胶供应单子10年。看来这李德才早就打定了主意，要逼我谢权，好拿捏李家。但是此人雕华有余，城府不足，他既在明处，必定有人在暗处筹谋。是，而且还查到了一件事情，他在苏州的外事被人悄悄地带回了徽州，而操办这件事情的人就是田本昌。田本昌对李家早就是怀恨在心，必定是要反扑。可是以他自己难以精确地找到李德才这号无耻小人，这李德才跟田本昌之间的那个人，才是真正的策划者。谁？除了我那位四叔母，还能有谁呢？抓住他！快抓人！李德才！没事吧？李德才去前院了，去前院抓他！快！起来！挪开！李德才！
起来！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往后退！你干什么？婴儿，往后退！你这个伤害孩子！救我！李德才，你放下郑佑，有什么好好说。你闭嘴！我让你们逮着，还不就是个死？现在这个臭小子，正好就是我的保命符，天不绝我呀！你们都给我往后退！德才，你别伤害幼儿，幼儿可是你看着长大的孩子，你怎么忍心啊？你还是不是人呢？你少废话！你们李家人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人？滚一边去！李德才，你不是想要一个人质吗？好，我是李默的长室，我跟郑佑换，任凭你处置。你别动！我把他放了，换你。亏你想得出来！你当我傻是吗？他想我才好摆弄他，哪里像你？少跟我耍什么花样！我告诉你们，想要让他活命，就都得听我的。好，我们听你的。那你说，你想让我们怎么做？我要1000两银子，我还要1辆马车，还有，你们现在就把荣哥还有云娘给我接过来。等我们上了马车，出了城，我们安全了，我就把这臭小子给放了。李德才，你做你春秋大美梦！你给我闭嘴！你个死瘸子！你敢把我死瘸子！德才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你们再跟我废话，你们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他？我答应你，去，按照他说的做，快去！李德才，快把郑佑放了。娘，李德才，我告诉你。今天郑佑要是有什么好歹，我赵锦不会让你走出李家门。你个疯婆子，李家不是把你赶出家门了吗？你个丧家犬，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，李家的事我不管，但郑佑是我侄儿，婉一是我大嫂，你欺负他们就等于欺负我，这事我管定了。李德才，放下郑佑，别怪我的刀不长眼睛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幼儿，娘。绑起来，关柴房里。没事吧，幼儿？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，这时候不嚷嚷了？李德才，我劝你在我动手之前，赶紧老老实实的招供。真娘，姑父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姑父这一回吧。你看在春花姑姑的面子上。哎呀。姑父，李德才，你还真是有意思啊！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这么厚颜无耻。我们李家没有你这样的败类，别给我耍嘴皮子了，赶紧给我招供！我招之前，你让我看一眼春花。你是不是觉得？今天春花姑姑还会来救你啊！我告诉你，李德才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李真，你个小娘皮，你凭什么审我？我要见李春花，我要见李春花，春花，春花，别打，春花，春花，春花，真娘，别打了，春花。春花呀，你可来了！春花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回真的知道错了。春花，你救救我，你给我求求情，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看在润哥的面子上啊，春花。李德才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润哥的爹。和离书我已经写好了。春花，春花，真娘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，不必看我的面子。春花，春花你别走，春花，春花，李春花。
娘，你醒了。是我不孝，我应该陪在你身边的。可是娘，万一真的做错了，请娘罚我。好些没有娘。来，坐在娘身边，娘好好跟你说几句话。娘，这件事里，我也是有责任的。13年前，八房是在我手上被出租的。当时迫于形势，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啊。如今八房归不了宗，李家四分五裂，我有愧于列宗。我定要让八房回来。这第一步就是让真娘担起李家的责任。娘的心思我懂得，你的心思娘也懂。按理说，这齐房的顶梁柱不应该是正佑。娘这心里原本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你也看到了，李默一年不如一年的。若是现在没人能挑起偌大的磨坊，等不到周游长大，我们李默就撑不下去了。娘，万一知道该做什么，娘放心。七祖母，七祖母，真娘，大伯娘，七祖母，李德才已经全都招了，余教一事从头至尾都是田江月在幕后指使。这李德才勾结交商，与田家里应外合，想钻施泽墨赶工的空子。我已经叫狗儿守住了田江月的寝间，如何处置，全听七祖母您的。我去见见他，扶我起来。镇长室，四少奶奶她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东子上下都看遍了，哪儿也没找到。他应该在余良渡。13年来，他每年的今日都会去给景琦烧点纸钱。老夫人，祠堂不知被谁给撬了锁，景琦上月的牌位不见了。什么？快去！姐琪，今天的秋天好冷好冷啊！我夜里睡觉的时候，
手脚冻得冰凉冰凉的。以前你都会帮我把汤婆子灌好，把被子掖好了再上床。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帮我暖一暖？不回来也好，这个家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。咱们的仇人，现在堂而皇之的当上了李家的长室。娘、大嫂、三哥，每一个人都对他点头哈腰，不如上宾的。他们都把你给忘了，但是我不会。琪琪，我这就去找你，你等着我。大婆娘，你慢点，他真的在这儿。江月，江月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江月，站住，站住！你们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们不过去，不过去！江月，江月，我不过去，你别干傻事儿好吗？娘她老人家醒了，她没看见你，想着你会来这儿，让我们过来接你回去。她有话要跟你说，咱们回家好不好？大嫂，你也不必哄我，在娘的心里，狗儿，告诉人娘我来了，走走走。啊！李家、李默哪一个不比他的亲生儿子要重要？镇长室，祁东家来了。我做出了损害李家的事儿，好，论家规族律，又有哪一条能饶了我？与其跪在祠堂里头，被你们这些虚伪至极的人审判，求你们一丝怜悯。但我如今也，江月。我便跟锦旗去了。江月，你别干傻事儿，大嫂求你了。陈江月，一心求死算什么本事啊？蛮横了这么些日子，别临到头让我看不起你。你不是一心想赶我走吗？来呀，再跟我斗上几个回合啊！怎么怕了？这就要认输了？陈江月，我看不起你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一个孬种。你们放狗儿，锦旗，冷静点！锦旗，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让我去找锦旗，锦旗，锦旗，锦旗。七祖母，您怎么起来了？这娘啊，你四叔母呢？在正堂，九能叔看着呢。哦，同我一起去。家里的有些事情，你该知道，你是一家之主了。七祖母，您刚醒来，不可过劳，万一受了凉怎么办？您快回去，有什么交给我们就行了。跟我去。李心东，你就是一个懦夫，你无能。要不是你投降了，这个丫头怎么能在我们家耀武扬威，对我们呼来喝去的？我们可是她的长辈呀。这个家康昌没了，规矩没了，眼看就要败
你最好派人一时不离的盯着我，否则我装腔上吊自强在你们李家，让别人看看李家的媳妇儿是怎么活活被你们逼死的。放开我！真娘留下景东夫妇安宇，各回房去吧。下人们都退到门后。江月呀，我听说锦旗的牌位没了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找好的木头，再打一个新的。我们好好的把它供进祠堂里，好不好呀？你这个做娘的，这个时候想起了锦旗，想起了你的儿子，害死他的凶手就站在你的身后呢。江月，来，让娘拉着你的手。哎，江月呀，娘知道你心里啊一直想着锦旗，对吧？锦旗走了，娘就想着，若是你不想待在李家，娘不强留你。谁知啊，你这辈子就认准了他。刚才你向花生娘娘求了什么？可否说与为父听听？何必问得这般仔细呢？无非是一些寻常的心愿罢了。你的心愿自然也是我的心愿，快说与我听听，我好记在心里。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希望日后咱们有了子嗣，一家人能够平安喜乐，岁岁年年和睦美满。佳悦，你放心，只要我在这个家一日，就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我会护你一辈子周全，让你跟孩子过上好日子。所以这些年来，你时时跟娘闹，娘次次心软，是因为娘从心底里敬重你，从心里心疼你呀。我们李家在徽州是个传承了数百年的大家族，我们对儿孙的嫁娶
是有着自己的规矩。景元早逝，我们齐房是嫡宗，而我的景琦是要继承这份家业的。我们家早就给他选好了门当户对的媳妇。你们这桩婚事，我开始没松过口，后来是景福陪着景琦在我的门口整整跪了2天2夜。我这个当娘的才心软。我当时就心想，我一定要上门看看，看看我儿子非娶不可的姑娘。我还记得那天，我坐在你家，你迎面向我走来，规规矩矩的行了个礼，是那样的乖巧。当你行完礼，抬起头看我的那一眼，我就认准了你是我李家的媳妇啊！你和景琦在一起，山盟海誓，轰轰烈烈的。可不到半年，景琦撒手而去。景元还给他的媳妇儿留下一个儿子，可我的景琦呢？江月，娘就是想问你，你这辈子到底是景琦对不住你，还是我们李家对不住你呀？娘，这么些年，我就是靠着心里的这点恨，才活到现在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在恨八房，还是在恨你自己呀？新媳妇过门，心比天高啊！整天撺着这景琦冒头，你还逼着景琦去争抢护送顾墨上京的差事。景琦被你逼得无奈之下，私下里找着了我，这我才定下了心思，安排兄弟3人一起上京。一起上京啊！这件事你应该记得清楚。不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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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你。你看看你自己，这些年都把你琢磨成什么样了？景琦泉下有知，能安心吗？如果我在你心里还是你的娘，那就应该放下你所有的恨，往后好好过日子吧。
哎呦，无论如何，不要放弃自己的信念。真娘，你如今是当家人了，此事你来定夺。娘，娘。娘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天凉了，娘来迎迎你。是不是还在想你四叔母的事啊？娘，我应该继续恨田江月，对不对？这10多年来啊，娘反反复复在做同一个梦，梦见我一直在敲李家的门，好像这门敲开了，你爹就还活着似的。可是李家的门怎么敲都敲不开，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呢？以前你年纪小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心里不高兴。但是现在你长大了，娘也没什么好瞒你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恨李家，我甚至暗暗发过誓，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踏入李家大门半步。可是昨天一听说你和郑佑出了事，你们被欺负了，我想都没想，我就冲进李家了。站在院子里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我怎么就一脚迈进去了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娘，李家宅子里的所有人，好像都被遗憾、怨恨困在了原地。是啊。所以，只有我迈出这一步，才能放下过去。放下过去。说吧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我给你时间收拾，半个时辰后出发去西郊。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将我彻底踩死？你不是最恨我的吗？是，我是恨你，但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。你揣着恨，
一直活到现在，可曾快乐过一日？四叔母，我要继续向前走了，往后的日子你也保重。你说不恨就不恨，我没你那么大度。李晨，我会恨你一辈子，恨你们白房一辈子。这不就是世泽墨吗？这并非是世泽墨，啊？下墨迅速，墨色光润黑亮，笔势顺畅，墨骨出澄，品质的确与世泽墨无异。莫非这是世泽墨制成的载荷墨？载荷墨，载荷之法那倒是常听常见呢，但实际名为载荷，那就是有很多的局限。能把这载荷墨做得跟新墨一样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真娘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以往的载荷墨都是把废墨里的废胶尽量的蒸汽出来，再加上新胶做成一个新的墨。可是这新胶跟旧墨难以相融合，所以会导致墨脆弱易裂。可若是将这废墨中的废胶稍留一些作为引子，用此来醒墨，那做出来的载荷墨便与新墨的品质无异。有趣，有趣。既如此，邵管事，我们这批新订单就用载荷墨交付，快让工人们去赶工啊！镇长室，东家，八爷，这载荷墨虽然成了，但毕竟也耽搁了些时日。就算咱们日夜赶工，怕也不能在时限内全数交货呀。邵大哥，你们家七栋，我们东家睡觉呢。睡觉？东家看您在研制新墨，怕有人再来使坏，都2、3天没合眼了，非得自己守着。我这里有一些帖子，想劳烦他帮我送到墨轩，我进去看看他。说什么？什么？
哥，李默的伙计说李真做出了载荷墨呀。慌什么？载荷墨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技艺，不过是把用不了的沉墨拿出来翻翻新，做出来的墨也只能算是勉强能用。不是，那些墨工说他们家载荷墨的品质和新墨无异，甚至还更好些。这怎么可能？尽长他人士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不是，退一步说，就算李真这会儿真做出了顶好的墨，离他们订单交付只剩寥寥几日时间，说什么都晚。对呀，这么说就是那李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大公子，刚听说李默的少管事把各家磨坊的掌事都请到了李默，说是有要事相商。盯着。各位叔伯，这李默进来的事情，想必各位叔伯早已知晓。今日请大家来此，是有一样东西想同大家分享。少管事，劳烦您分给大家。这是载荷墨墨方。没错，丫头，这墨方你改良过？三爷爷慧眼如炬。大家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如此珍贵的方子，李家为何要公开？田家小儿，你给我滚出去，否则我打断你的腿！田大少爷还真是不请自来啊！田少爷说的没错，真娘确实有事，有求于各位叔伯。丫头，尽管开口。真娘想用此方换各家磨坊及工人5日使用权，借5日使用权，协助真娘载荷世泽墨。李真啊，李真，你可真是好算计，白用人家5日磨坊来生产你李家的墨，这得让各家损失多少银钱啊！是借我们的磨坊用5日，可这载荷墨的法子，却能让我们磨坊里的旧墨、废墨重见天日。哎，这买卖划不划算，大家心里应该很清楚啊！三爷此言差矣，就拿我田家磨坊来算，这1日里生产的苏和油墨，少说能挣50两银子呢。笑话！我们卖1听墨，本分分的赚个2成的利润。倒是你田家的苏和油墨，成本本就昂贵，顶着供墨之名，定价更是高了成本的5倍不止，其中更是有1成利润直接进了墨商和书师们的口袋。此前书院的强制用墨的不正之风，也都是你们田家惹出来的。谁家开门做生意不为利啊？我田墨上上下下那么多墨工要养家糊口，我当然有责任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啊！哎呀，真是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田少爷不请自来也就罢了，还非要赶这儿挨上一顿骂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感谢各位叔伯的仗义之言。真娘也有句肺腑之言：这墨方乃是各家磨坊立身之本，向不外传也是理所应当。但真娘想，若是墨守成规，那最终会自困手脚。如今李默公开的载荷磨坊，确实是未解燃眉之急，但同时，真娘也想借此一举，破门户之见，开风气之先，助力我们徽墨再现繁荣景象。说得好。郑丫头，李默现载荷磨坊，负责整个徽州墨业，陈默愿领订单300铁。多谢三爷爷。诸位，有我陈继如担保，大家尽可放心。潘默愿认150铁。谢潘掌柜，我也敢以潘默信誉担保，诸位不必担心。
我黄渤认领100挺，于墨认领50挺。真娘，感谢各位叔伯。七祖母，之前积压的施泽墨的订单，如今都已经如期交付了。干得漂亮，这丫头，你辛苦了。李墨的难关终于渡过去了。真娘，你能让徽州那么多磨坊倾力相随，你合的已经不只是墨了，是我们徽州墨业的人心呐。这丫头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七祖母，此番波折，皆是因为孙女的疏忽。我没能将这个家长好，让李家散了人心，让田家钻了空子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我有负于七祖母的嘱托，今日我便将这名印还与七祖母，卸下内宅与磨坊的掌事权。这丫头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七祖母有话要跟你说。七祖母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。你这个老祖母，大睡了一通，一觉醒来，我们李墨，我们李家，好的不得了。这订单都接不过来呀！你再看看你景东叔，完全就是变了个人似的。文会那边说起真长事，那是无人不晓，无人不服啊！这可都是你自己的努力，打开了这个局面呐。可如果不是我长这个家，便不会勾起四叔母的恨。还有那个李德才。也是我一时心软，将他放进了磨坊，才给了他可乘之机。这丫头啊，这人心呐，都是有皱褶的。可你是个坦荡之人，没有那些曲曲绕绕的，做人直接，处事真诚。七祖母只需提醒你一点，以后遇到事情要多思那么一寸便可。真娘知道了。这祖母的身体自己知道，要想恢复如初，那是不能了。真娘啊，七祖母想让你继续撑住这个家，行吗？若是李家需要我，我自是愿意的。只是长事一职内有大伯娘，外有景东叔，我也不好再霸着不放了。真娘，此次李墨能化险为夷，主要是你的功劳。景东叔替李家谢谢你了，所以这个掌事必须由你来做。景东叔半辈子犯了无数的错，我是无颜做这个掌事。你大伯娘呢，又有正佑要照顾，那更是无暇分身。所以，你继续做这个掌事吧，好不好？今天不只是你七祖母求你，景东叔也求求你，好不好啊？既然七祖母和景东叔如此信任我，那我便继续做下去。